Hello， 我是托马，各位晚安。现在你收看的是托马南马后手在关西国际机场。今天要来和大家体验的是长荣航空7879商务舱的飞行体验。我们来体验看看飞机上有什么好玩有趣的事情哦。那影片开始前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待会见。托马南马后手，其实我自己搭过787带出来的温泉。待会我们就要去爬271阶梯，现在托马的位置呢是在地方就是可以接行到台北，然后我们有提供安检的快速通关。对，你从那边走过去右转就是了。右转。对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原来在关西机场里面有快速通关，在出发口的4号，在日本出国非常的方便，它护照直接压在机器上面，然后就可以扫过你的脸，立刻就可以出关了，比以前实在好太多了。我们现在要去 ANA 的贵宾室，在这边。一起去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咯。这里所有星空联盟的都可以在这边，我们一起进去咯。找一个地方。现在我已经进来关西机场 ANA 的贵宾室。虽然今天我搭的是长荣航空，可是只要你是星空联盟的会员呢，就可以全部在关西就是进 ANA 的贵宾室。ANA 贵宾室里面最有名的呢就是 ANA 的咖喱饭，然后还有清酒喝到饱。它今天提供了2款清酒，有一些轻食或是面包，还有提供寿司。虽然这边没有 shower room， 它这边可能也比较久了吧，不称得上豪华，不过还蛮舒适的，而且它可以看着飞机享用你的餐点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其实也可以过来体验看看咯。我们已经开始要准备登机。今天是长荣航空关西到台北119的一个班机。我今天坐的座位呢是05A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我非常期待的787商务舱到底有什么全新的体验。为了这个商务舱，其实已经准备了非常久的时间。OK， 走。我只能说787的超好。我们今天呢点的是鲑鱼的日式餐点呢，有炊饭、miso汤，还有小菜，玉子烧，然后一点点的小黄瓜跟荞麦面，我觉得非常棒。那我选择的是法式红酒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按钮的部分有起飞、一般休息的按钮跟平躺的按钮。最大的不同还有按摩功能，它的按摩功能其实像呼吸一样，很缓慢的，一下胀，然后一下下，一下胀，一下下，整个可以180度躺。因为我身高不高，所以呢，我觉得非常的够用。躺下之后呢，还有另外4个方便的快捷按钮都可以做使用。其他起飞的时候，除了一般的腰带式安全带之外，它还有
就是这个斜边。所以它在起飞跟降落的时候呢，还有特别不同的安全带设施。商务舱的厕所到底有哪里不一样呢？3个配备，这个有乳液，还有香氛，所以它没有不一样。不过就是因为只有专属商务舱的旅客，然后可以降低了等待的时间。那说到787最大不同，它的丝度可以更提高，所以787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新的机型。它最大不同是它的窗户非常的大，所以呢它不需要有遮阳板。从白天呢你就可以发现，它可以从那里看到外面，然后又可以遮到阳光，是不是非常厉害呢？从日本关西机场到台湾，只有短短2个小时的时间。你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的距离。如果你有机会的话，一定来体验一下波音787它厉害之处。我觉得长荣787-9我还蛮满意的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那别忘了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有更多的内容呢，再和大家一起做分享哦。那我是托马，我们下一期见，拜拜。我们新增了在台湾桃园国际机场，在提前全带根号位行李前，请不留在座位。下机时请记得您的行李。我刚喝了好像340杯红酒吧。走吧，拜拜。整个航班起飞就非常的顺利，不过有点喝多了。